我的基金会1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。2025年你们基金会收了7.8个亿，捐了2个亿，剩下的5亿去哪儿了？是买苹果电脑还是给大专老头发100万娘星了？真心啊，无利不起早。韩红的座驾像蒙迪欧，但实际上可以买一排蒙迪欧。此辆车为阿斯顿马丁 Rapid， 这是2010年到2020年生产的4门 GT 轿跑。不要以为所有的轿跑尺寸都小，这款车可不小，近3米的轴距，5米加车长，已经达到了全尺寸轿车的标准了。和奥迪 A8L、宝马7系、奔驰 S 级不同的是，这款车的定位更加高，别人的顶配是它的标配。什么意思呢？一般的豪华品牌通常只有顶配车型才有12缸，然而它标配就是12缸。纵观全球汽车圈，这一点极其罕见。它搭载的是 6.0 升 V12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77匹，100公里加速约 5.3 秒。新车的指导价 368.8 万元，选配后落地价400多万。这个时候可能有网友想说，天哪，不如加点钱买劳斯莱斯古斯特了。那为什么韩红不选劳斯莱斯而选择它？原因很简单，劳斯莱斯古斯特属于行政轿车，适合商务接待、日常出行，而阿斯顿马丁 Rapid 属于 GT 轿跑，适合朋友聚会、追求个性的低调人士。而且买这款车的人喜欢自驾，而韩红平时就喜欢自驾。除此之外，相对其他超豪华品牌，阿斯顿马丁 Rapid 比较低调，甚至在车上找不到 V12 车贴。正因低调，导致认可度不高，即便是北上广深，平时也很难见到这款车。我觉得大家不要再扒了，什么 F1 车手、哈佛录取书、哆来咪，就这些在人家眼里只不过是小儿科。你们可以天天说我，而我只用一招就能击溃你们。怎么样在各种压力当中把自己锻炼成，就你说的那个，可以很坚韧的消化那些负面的情绪，然后我该干嘛干嘛。就不要脸呗。什么？就不要脸，就不要脸，就无所谓。我看看还有谁不服？我现在的状态是自己很满意的，不吃太多的饭，不说太多的话，不发太多的牢骚，不去用更多的语言表达，把所有的力量积攒起来，都用音符呈现。所以我说，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。这个视频我都没有勇气看第2遍，太尴尬了。奶奶对你唱歌这件事情是一个怎样的态度？在小的时候，他是最先发现我有天才的人。因为我见到数字会念哆来咪在更小的时候有可能在3岁什么的就开始，因为他写下来数字就他其实一开始是想让你认数吧？他想告诉我1、2、3，他写在本上，教我念。1，我就看着他，我3岁怎么可能学过音乐呢？对，我就说哆。你冒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哆在这之前你并没有接触过这些乐理知识。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3岁小孩对。我会说哆来咪。你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哈？宝贝儿啊，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1岁了，奶奶。3岁没学过音乐，也从来没有人教他念哆来咪。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来宝贝儿，这个念1哆，不是念1哆，我会立刻马上把他送到医院，或者是走进科学栏目组，因为我怀疑他智力有问题。那你们看对不对？这不是傻子吗？但是人家是音乐奇才，不能以常人的思维去理解。最近很多他之前采访的片段被扒了出来，越扒越有。那很多人就问啊，他明明知道有这个摄像头录着，明明知道会播出来，为什么还会说这么多的实话？我找到了原因，你们听听对不对啊？其实在那个年代很多的新闻都是一次性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在电视上或者电脑上看完就拉倒了，即使你有质疑，也没有渠道或者平台去发表自己的观点。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呢？贴吧、博客还有论坛，似乎也掀不起很大的浪花，或者是传播度没有那么广。那谁会想到现在的自媒体短视频这么发达呀？你看我前脚发个视频，后脚就被你们这群刘亦菲还有吴彦祖给刷到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当一个人身处高处被
被众人追捧的时候，他的很多缺点会被弱化的，甚至会被选择性的忽略掉的，因为他的光芒太耀眼了。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即使他的缺点像繁星一样多，都会被遮掩掉的。比如我这个视频，如果我在去年发，你们猜我会不会被喷死？但是现在呢，我并不认同有的人说这是墙倒众人推，我认为这只是大家才刚开始认识你、了解你而已。你们觉得呢？为什么许多顶级富豪都要捐出100亿身家成立慈善基金会？比奇宝炸锅了，那个一毛不拔的谢老板竟然当众宣布把100亿身家全部捐出，成立谢老板慈善基金会。海绵宝宝感动得痛哭流涕。但这场裸捐大戏其实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财富保卫战。原来当谢老板正美滋滋地盘算着把这100亿全留给宝贝女儿珍珍时，海神王新出台的财富传承法案就像一道晴天霹雳砸了下来。法案明文规定，超过一定额度的巨额资产在跨代交接时必须缴纳高达50%的重税。这就意味着海神王会依法拿走整整50个亿。为了保住这笔心血，谢老板连夜翻开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财富密码，找到了一个完美合规的顶层架构设计，那就是成立慈善基金会。没过几天，谢老板就高调完成了捐款，账面上他瞬间成了一个穷光蛋。税务官看着完美无瑕的财务报表，挑不出一点毛病。在这里，谢老板巧妙运用了金融学中最高级的财富管理理论——资产隔离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。什么是资产隔离？在法律层面，谢老板主动放弃了这100亿的所有权，把钱放进了一个名为慈善的独立保险柜里，钱已经不是他的了。虽然所有权没了，但谢老板通过精妙的架构设计，把这个保险柜的唯一一把钥匙交给了他的女儿珍珍。珍珍成为了基金会的终身理事长，这就是对控制权的完全掌控。法律规定，珍珍不能直接把钱拿走，但可以给自己开出1000万年薪。他买的海景别墅叫办公场地，买的游艇叫考察船，财富完美且合法的留在了家族内部。不过规则要求基金会每年必须拿出总资产的5%，也就是5个亿去做真正的公益。一想到每年要真金白银的往外掏5个亿，谢老板的心在滴血，连1分钱都舍不得掏的他摸着下巴使出了金融圈最狠的一招——公共募捐。第二天，谢宝王收银台多了一个募捐箱，谢老板在电视上声泪俱下：家人们每买一个汉堡多捐1块钱就能拯救流浪海马。善良的海绵宝宝不仅捐了工资，还拉着全城老百姓一起捐。短短几个月，大家真给谢老板凑齐了这5个亿。到了年底查账，谢老板用老百姓捐的钱完美完成了官方的慈善指标。他甚至还能合法的从大家的捐款里抽走一笔管理费，而他最初放进基金会的100亿本金1分没动，还在免税账户里疯狂生息。李奇堡广场立起了谢老板的纯金雕像，全城都在赞美他的慷慨。而海绵宝宝依然在后厨挥汗如雨，赚着微薄的底薪，交着老老实实的税，还要从牙缝里省出钱投进募捐箱。他永远不知道，在这个游戏里，普通人不仅交了所有的税，还凑钱替富豪做完了慈善，而富人只负责站在领奖台上，享受全世界的掌声。看透资本的规则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冷漠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善良长上慧眼。普通人的每1分钱都带着血汗，我们不需要像谢老板那样精于算计，但必须用金融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。只有看懂了这个世界的财富游戏，我们才能跳出被收割的循环，真正守住自己辛勤创造的果实。